来说水瓶座从24年现在到28年年底哪一年至关重要？有的重要年份呢，代表你们这个星座有很大的机遇，你不可错过；还有的关键年份呢，是特别需要注意提前防范的。我也会提醒你们，今天的内容呢，以上升星座为主，太阳星座为辅。水瓶座未来5年中间段这3年至关键，会有各种你现在根本想不到的变化发生。你们缓过神来啊，才会发现哦，这3年原来对我的人生影响那么大，原来后面发生的事情跟前面某一个节点是有关联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提前听一听这个行运，这样的话，水瓶你就知道自己每一个节点应该是要勇敢去突破自己，接纳改变，因为这些变化会给你带来更加非凡的美妙体验。还是说到了某个节点，应该蛰伏，易静不易动，更多的去关照内在的一个精神和自己的身体，对自己的运气会更有利。好，先记一个关键的铺垫期的时间，也就是明年25年的5月到7月，土星和天王星换座开始，这小半年的时间，它是水瓶26年、27年甚至到28年8月份左右，后面这2年多星运的一个铺陈，或者是提前的体验，提前让你感受一下新的人生变化。这也代表呢，25年这半年左右，水瓶会有一种不适应，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变动。有的水瓶呢，可能25年3、4月份你就有一些感觉了，或者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发生了。那大部分的水瓶呢，是在5月到7月在经历这个变化周期，做生活的切换、环境的切换、场景的切换。惊喜还是惊吓呢？要根据每个水瓶的星盘情况判断。不过这个时候是惊喜惊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后面这个大的改变，它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变革，大到让你改头换面，有很大的一个外在的突破发生在你身上或者你周围身上。比如说环境、身份的切换，工作啦、学校啦、城市啦、体型啦、外貌啦等等，新的一个没有想到的、很大胆的、很独特的，甚至有一点点冒险的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或者需要你这个时候去冲破过往的一个自己。如果水瓶你把握的好的话，那么在26年下半年开始的2、3年里，水瓶会收到巨大的生命惊喜，惊喜程度足以颠覆你过往全部的人生。你过往有任何的污点、失败，就全部可以翻案，改写成新的模样，是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，你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看到。甚至25年在变化的时候呢，水瓶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变化会后续带来什么，你只是那个时候呢，可能执行力比较强，然后呢，你本身就是比较能够接受一些意外变化的性格。但是整体上来说，25年那一步只是那个25年的夏季是水瓶人生变化的一个开端，26年到28年8、9月份是水瓶从25年这个开端开始，后面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结局。所以故事的结局你是要在后面的2、3年看到的，在那个时候书写。甚至个人盘配置足够好的水瓶，这股强势改命、命运新写的能量呢，能持续到29年到31年，因为大势在你们这儿，冥王星这颗改命星这20年都落在水瓶座。那水瓶迎来的先一个改命的故事结局呢，就是在26年的夏秋到28年的夏秋。水瓶接下来的生活呢，就是像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个小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就是你轻轻的先碰到1枚骨牌，其余的骨牌呢，它就是自己自动的依次往后倒，不需要水瓶你去控制，你也控制不了。这就是从26年起到27年上半年的运，这是巨大的变革期。你会看到前面故事的结局，至少是阶段性的结局，会有人际缘分带来的欣喜的转变。也就是说，明年年中那几个月到下半年呢，有一些事情水瓶是需要自己去做、自己去努力、自己去争取的，然后后面你就顺水推舟就好了，不需要你费劲，别人会来找你。贵人运啊、正缘运啊、婚运啊、子女运啊、合作运啊都是很旺的，别人带领着、影响着水瓶去变化。比如说结婚啦、提拔啦、新的合作项目啊、创业啊、签下一个重要的新的工作啊，以及怀孕生育啊，或者已经有孩子的水瓶，你的孩子可能这个时候结婚了，你的伴侣可能有一些变化，带动了你的人生的改变。因为刚才说了是人际缘分给水瓶带来的好运，所以呢，也可能是水瓶身边很重要的人，你很重视的一些关系发生了好的事情，发生了好的转化。那因为你们有某种共同的利益，所以他好就会带动你好，发生让你高兴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明年年中这几个月是关键的呢？因为这个时候水瓶你把自己推向不同的方向，往不同的方向去努力，那多米诺骨牌之后就会把你带向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目的地。你选 A， 可能这辈子你就跟 A 捆绑在一起；你选 B， 那人生完全会跨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或者是领域，或者是 level。因此呢，水瓶明年这半年呢，尽量每天要过得比以前更正常、更规律、更自律一点。你每天要检查一下自己有哪些方面可能是有问题的，不论是身体啊，还是财务啊等等的。不管你适不适应，不管你这个时候觉得有没有难度，你都要学着约束自己，让自己每天都要进步一点，并且要及时的切换到潮流模式。有哪些东西是未来的趋势，你要抛弃过往工作、生活上还有财务方面的一些心态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年份是3年里面的末年，也就是27年下半年到28年的夏秋。这个时候不同的水平会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你从明年起的投入是对的，刚刚我说的你都正确的去做了，那么这一年你在财务方面、身心调理方面、现实物质层面会迎来大丰收，或者是你会面临一些竞争、一些考验，你在这个当中能够赢了之后，你就把很多人
人去甩在了后面，把很多一些困境甩在了后面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，我也要提醒你们，因为起码你从明年起去预备预防的话，它就不会发生了。这是为何同一个星座同样的运，有的人特别好，有的人都是说坏势力，因为你做的方法不对，打开的一个方式不对，没有打开自己的思维去听。像水瓶呢，在刚才说的3年的末年那一年里面啊，也是非常需要规避，因为之前的一些隐患，你当时没有在意，没有约束好自己。比如说你从明年下半年开始，你没有正常的饮食作息，没有及时的疏解心理的负担，没有约束住自己，没有谨慎的理财，谨慎的去投项目。像可能25年起你还是在买房，而且不是因为刚需的需要去买，而是你投的某个资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之前的这个因在后面的这个时间点就会结下果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注意健康、财务、投某资或者是资产纠个分啊等等现实的一些隐患爆出来。那水瓶你就要开始提前做预防，谁都不希望吃到这些不好的果。那你明年下半年就要去想，我为了后面不要吃到恶果，我这个时候能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，什么事情是我不应该做的，自己要有一个明辨。因为水瓶明年下半年的努力会影响你的身心健康啦、身材容貌啦、事业啦、财富啊、婚恋等等人生多米诺骨牌往哪里去倾斜。那要祝所有的水瓶好运，我是艾达范老师，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我们的自身生活，拜拜。